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XO 的 Genji， 今天要来拍10万的 QA， 虽然已经10万很久了，对，但是还是来了，我还是来了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。第一题，对 TXO 成员和 CK 的第一印象。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碰面就是要签约。先说阿亮好了，我看到阿亮，他一定是一条毒虫。他的黑眼圈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重的黑眼圈，然后琪琪就是很避暑，很像小女生。然后胖子，因为我本来就认识胖子很久了，跟在网络上一样。然后海牛就是网络一条龙，现实一条虫。然后 CK 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帅的教练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这样。现在还是很帅的。第二题，为什么弃医从电竞会后悔没继续读吗？不当职业选手会复学吗？其实我本来是就读医学相关，并不是说真的是医生之类的，只是有一次是刚好我们拍摄这个 GQ 的杂志，然后上面的标题就写我弃医投电竞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。我们其他人都觉得很好笑，所以就把这段话沿用到现在。大家可能就是有一点误解，对，其实我不是要当医生的，其实我只是读医学相关科系。那我会后悔没继续读吗？不会，因为我本来其实那时候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继续读了，因为我本来要考警察。然后不当职业选手后会复学吗？我现在就有大学了，对，所以复学吗？不会，等我打完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。第三题，兄弟同心到底有没有400公斤？100、200、300、400？没有吧？应该是398吧。下一题，如果时光可以重来，你会考虑取一个比较不会打错的 ID 吗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有什么问题耶。最常见就是 GENGI， 我看着整个火都上来了，我整个都不爽了。J 啦。OK， 成为职业选手后会跟以前的同学一起打传说吗？我的同学基本上是不玩传说的，但他们都玩另外一款，当然另外一款也没有玩得很好，但他们有时候会玩传说，我是会跟他们一起玩的。第6题，如果是女生要让谁当你的男朋友，只能 TXO， 我选择死亡。第7题，如果觉得传说不好玩了，或者是 GCS 没了，有没有可能考虑当别的游戏的职业选手？这个第7题问得很好啊。这个如果不玩了，可能之后要干嘛？我本人暂时还没有想这么多，就是先跟大家一起走下去，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同行很久，我们也已经自己出来组战队了，所以我会跟着大家一起继续走下去，这样子。第8题，从以前到现在变胖多少？我当初进来的时候差不多70公斤，然后变到最胖是89，可是我现在是80出头。谁变胖最多？我觉得应该是琪琪吧。第9题，为什么想找现在 TXO 成员组队？听他们都说队上第一个认识的是我。其实这个关系链呢，已经说好多次了，没关系，我再说一次。一开始呢，是我跟陈在先认识，我跟他打了很久的传说对决，打了1年。我开始打大大小小的比赛，就是也没有大大小小啦，就城市赛，然后打的都输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乱组一通，以为我跟陈在就可以 carry 其他3个，但没办法。之后其他人呢，是因为说，反正就是有个契机，有人找陈在。然后陈在找我，至于其他人呢，海牛那时候刚有参赛，看到他表现非常不错，就问他要不要加入我们。然后阿亮呢，是因为我们城市赛有跟他们团练，然后我觉得阿亮很强，所以把阿亮找进来。然后至于琪琪呢，是 Hanzo 找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一起打校园杯。第10题，最喜欢的动漫，喜欢的有很多个啦，可是应该还没有到那种。应该没有到最，我心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神作。第11题，大家做过最疯狂的事，其实我觉得都还蛮疯狂的吧？真的只一个吗？其实还好我觉得我们队里面只有我比较疯狂而已，就是我是只会去真正去做的，其他人就是比较嘴秋的那种。
我是比较会真的去做的，所以我觉得都还好。第12，除了五月天以外，喜欢的歌手明星应该是酷玩乐团吧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有治愈人心的这个功能，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听他们的歌。第13题，几公分？团队里面谁最长？我179公分，然后我们最长的应该是阿亮，阿亮应该是最长的。阿亮多长？我应该186，我也不知道。第14题，海牛跟我谁比较胖？上次也有人问海牛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海牛说是我比较胖，那现在呢，那就我比较胖吧。第15题，做过最叛逆的事，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家人叫我扫地，结果我玩电脑，结果玩太久没有扫，被毒打了一顿。第16题，有每天洗澡吗？没有。我觉得合理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宿舍里面，没有出门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对，那也不会流汗，所以就会隔天再洗这样子。第17题，爸爸先打传说还是我先打的？一开始是我先打的，然后爸爸听到我要打职业之后，就也开始一起来玩这样子。第18，几时减肥？其实赛季期间是没办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，因为你一定会练习很久，那练习很久，就是你处于一个高度认真的环境下，你就会变得肚子非常容易饿。我没有在唬烂。我虽然说我们是拿着手机在玩，但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运动，因为一天打15个小时，这个体力的消耗量也不是，应该不是说体力的消耗量，对我们来说，精神的负担是非常大的。那这时候就要靠吃东西来这个提高我们的精神。像我在现在在就是休赛期嘛，我就瘦了很多，比就是最胖的那个时候瘦了7-8公斤这样子。第19题，团队里面发生最感动的事，其实我觉得发生很多就是都很感动，但是我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时候第2季冠军赛的时候，我们在跟决定打嘛，然后那时候被吊打3场的时候，就是第4把的选角，虽然说第4把赢了，海牛就说不管是输是赢，都想跟我们一起走下去，就是那时候听了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子。第20题，与琪琪同房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或最好笑的事吗？其实呢，跟他同房，我只能说太好笑了，真的太好笑了。你叫我举出来呢，我一时间也举不出来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给你们听。但我只能说，跟他同房，每天都太好笑了，太低能了。我没看过那么低能的人。世界上最低能的人呢，就是李俊琪。我不是骂他，我在称赞他，太好笑了，兄弟，你太好笑了。第21题，除了排球还会其他运动吗？应该是说我是专精打排球，但其他运动就没有那么专精，所以其他运动就还好。而且我也没有很喜欢其他运动。第22题，最喜欢的超级英雄，应该是钢铁人吧。漫威系列我一直都有在看，然后一直看下来，我对就是钢铁人的魅力，他的感觉让我非常喜欢。23题，有没有跟琪琪或其他成员吵过架？刚进来打职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强的吧，我当然也不例外，就会觉得说自己非常牛逼。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检讨就会跟其他人比较会有一些摩擦，可是那都是刚开始啊，刚开始太年轻了，加减减啊，可是现在就不会了，对不对？觉得自己跟琪琪谁比较帅？当然是琪琪啊，太帅了，又低能又帅，没有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。你有看过谁可以那么低能又那么帅吗？没有。李俊琪。第25题，对于打辅助位的男生都很温柔，有什么要反驳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种事情吧。我自己打辅助打起来的感觉是，我的天，我完全不知道队友在想什么。我就已经挡在你前面了，你还不冲去打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已经帮你开战了，你还要往后退？啊，我都已经退了，你还要往前冲 ？Oh my god， 什么很温柔？如果可以，我真的想往他们头上扒下去。第26题，
有心态崩裂过吗？有的话都怎么处理？干，悲剧，不想活了。有心态崩裂过，当然有，一定会有。走到现在很多次，每次季后赛输了，我都已经炸了。那我怎么解决呢？耍废个2-3天，跟队友一起出去玩，吃好吃的啊，日子还是要过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第27题，电竞改变了我最大的地方，对我的影响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，电竞真的改变了我很多。就是一开始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可能会比较自大一点，男生嘛，又年轻，觉得自己很溜、很屌、很牛逼，觉得自己跟他战神。但是现在下来，我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跟大家的默契，这样对我的影响是。我刚刚说不只是个性上嘛，做事情或者是讲话都会改变我原本的想法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说对我的影响是好的。第28题，当职业选手这几年最开心的事和最难过的事是什么？最开心的事是我遇见了 TXO 他们，没有最开心的事，遇见他们就很开心的，遇见他们发生的事情都太开心了。难过的事是什么？其实难过的不是输比赛，是你知道说你真的已经非常尽力了，结果不只是我啦，我跟他们是每天都在一起练习的嘛，所以我当然也知道他们非常想赢，但是可能结果不是好的，但我们还是会继续走下去这样子。第29题，用一句形容词形容 TXO 的每个人。我觉得 CK 是一个很勤劳又很懒惰的人。怎么说呢？他勤劳是，他可以去买东西啊，帮我们煮东西也不嫌麻烦。最懒惰呢，是他每次桌子都不收，干。阿亮呢？阿亮常常说他想要有闪电侠的能力，我觉得他真的很需要闪电侠的能力，因为他太懒惰了，这个人太懒惰了，什么也没留下，这个人太懒惰了。琪琪的话呢，就如我上面讲的，他是一个又帅又低能的人。Enzo 的话呢，我觉得他非常努力，而且认真的在过这个职业选手的生涯，非常努力且非常认真。我是指不是形容词，我是说他对做这件事情方面来讲，他非常努力又非常认真。海牛的话，我是摸不着他的头绪，因为海牛是有人格分裂症的，所以我可能要判断说，他今天出现的是 good cow、bad cow、sad cow、happy cow， 对，他有很多人格，所以要看他什么人格。最后一题，跟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怎么在一起的？在一起多久了？什么时候要结婚？跟女朋友是在求学阶段认识的。怎么在一起的？当时认识之后，经过一番攀谈交心之后，再隔了一阵子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多久了？4年又10个月。4年又10个月。什么时候要结婚？我觉得这是缘分的问题。我们缘分到了，自然会结婚。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，但是还没有说真的说定哪个日期，因为我觉得说这种事情是很讲究缘分，缘分有到那边，自然就会结婚。好啦，那现在30个 Q&A 问题都回答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我的影片。然后近期都在脸书开台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在脸书的直播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最后，我想跟我的粉丝说，我有一群非常衷心支持我的粉丝们，我们从粉丝变成说很像朋友一样，就是很谢谢有这些粉丝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，觉得你们很可爱，就是会每次打完比赛，假如说我们输了，都会安慰我们。不只是你们啊，还有其他所有的粉丝都让我们觉得说非常窝心，也是在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然后想谢谢你们支持我们那么久，以后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我们也会努力走下去的。谢谢大家。